我是吉娜。欢迎大家来到这儿就是澳洲。相信呢看过开头的短片以后呢，你们一定都知道我们今天来的这家店是哪里了。它就是在悉尼网红 brunch 界的扛把子，对吧？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是扛把子啊，扛把子。大家来悉尼一定会来打卡的地方就是 The Brunch in Alexandra， 对吧？是的。那我知道这里是网红餐厅嘛，我觉得应该是网红小姐姐来介绍一下。没有，就是一般女生好像都对这里很熟。那对于女生来讲的话，你对 The Brunch 是什么印象？首先我要说这一家餐厅它是真的很有名。我16年来悉尼之后，就是周末没事想出来吃 brunch， 网上找一圈就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这里。那么来到这里之后就觉得，哇，这里好鲜呐，就是好像在那个丛林里面，然后吃东西啊之类的，就是蛮有情调的。其实 The Brunch 对于女生，我觉得最大的吸引力就是觉得这里很漂亮，对吧？然后很多女生在这里都会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对吧？对。其实这里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也是很友好的，因为可能男生关注的点不太一样嘛。像我们假如说来一间餐厅的话，我们首先会考虑的是可能是好不好停车，因为一般的这种 brunch 的小店其实很难停车，但是 The Brunch 里面呢有它自己的停车场，非常的大，车位也非常多，所以呢停车这一点是非常方便的。除了停车这一点以外呢，就是我相信很多男生会觉得，来 brunch 餐厅，女生都在那里拍啊，感觉很开心，但男生是不是会有点无聊？其实我觉得 The Brunch 也对，因为它这里面非常大嘛，然后包括餐厅就有好几间，然后最重要的是，因为它大，所以你有的地方逛嘛，对吧？很多，比如说里面的那个叫 Kevin Baker， 也叫 Kevin 的那头猪，我常年睡在那边那头猪，然后还有羊啊，还有他们自己养的一些鸡啊，还有包括那只网红的鹦鹉。不过我们今天来没有看到那只鹦鹉，上次来看到了，不知道那只鹦鹉现在。我有看到 Kevin 啊。对，我也有看到。我看到2个。这个里面，它这个里面是真的巧克力，都是巧克力在里面。对，它这个里面是真的巧克力，真的我看到了满满的热量。然后而且它的这个里面可以拍到吗？上面有一个爱心。怎么样？你觉得他们家的咖啡怎么样？我觉得他们家咖啡很好喝。它这里的咖啡，它的牛奶温度刚刚好，所以就是你能喝到咖啡的苦味，但是它不会让你苦的感觉特别难受。那你觉得在悉尼，就是你喝过的咖啡里面，这家咖啡你觉得能排到大概什么位置？我觉得能够排到前5。前5，这么高评价？对。看到这个，我觉得哇，这第一印象，哇，好美啊！第二印象无从下手，我该怎么吃呢？首先下面是块面包，然后呢，我是放了 avocado， 然后把它就是涂的像酱一样的，像果酱一样。对。嘴还是挺大的嘛。来，先干为敬。我靠，你嘴也不小啊！像这个 ham。还有这个香肠，它 ham 是比较新的，对，都是有很重的那种烟熏味，然后你吃到嘴里有很重的那种，就是木头的味道，就那种。所以你不能单独吃它。对，面包是非常脆的，而且很蓬松，然后你吃下去以后呢，和上面的东西就是正好可以让你的嘴里的口感就是很丰富，而且它那个面包会稀释掉这种腥味。对，没错。这个豆子的酱呢，我觉得味道是刚刚好，对，就是也没有很咸。这个像看起来像爆米花，为什么上面还有毛？你闻一下，好奇怪哦。这个上面还有金色的毛，不知道是什么，是不是掰不动？哇，这个手感这个有点像 cracker， 有点像 cracker， 试一下，能吃吗？对不起，我觉得有点像猪皮的味道，就是很重的猪油的味道。有可能啊。所以这是它上面故意留的毛吗？这个可能是 Kevin 的皮。这个猪皮确实，我觉得如果你放了猪皮的话，可能会真的比较腻。其实我觉得它的创意很好，不过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为了色彩搭配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吃了重庆的话，可能会真的会比较腻，对吧？那我们今天点的这4道菜呢，都是我们问过了店员，就是他们家最 popular 的4个。那除了刚才那个 Big Break 以外，这个就是店员推荐的 Steak and Egg， 很直接啊，就是 steak 牛排加上蛋。先吃。手抖了一下，分下了一管牙膏。刚刚那是失误，请忘掉它。好吃了。大家看上面这种纹路，一条一条的嘛，它应该是用那种炭火上面架烤盘直接烤的，所以它这个里面你吃下去以后会有非常浓烈的一股就是那种果木的香味，就进嘴的时候，这是很多其他的牛排店里你吃不到这种味道的。然后火候非常的好，大概5到7分熟的熟度，但是呢，而且其实它这个牛肉也不是特别的，就是脂肪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理论上来说，这种牛排其实如果你火候掌握不好的话，其实会非常的柴。但是它这个吃下去其实刚刚好，就是嫩度和嚼劲都是正好的位置，尤其是一进口那一下，那个果木的香气会非常特别。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蘸酱好，因为我觉得蘸了酱以后，你一进嘴的那口会破坏掉它本来的味道。对，那个香味，可能用木头烤的那个香味就没有了。那这道菜是叫 Freshly Baked Buttermilk Hot Cake， 好长，就是新鲜烤制的黄油牛奶蛋糕。是的，是的。从这个相貌来看啊，我觉得它做的有一点那种，你说它甜吧，可能它除了甜以外，可能会有一点什么咸啊，或者是其他的味道在里面。尝一下。它好像有一点点姜的味道。对，就是生姜，对。所以第一它烤的比较干，然后里面吃起来脆脆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它的味道呢，真的不是单纯的甜，肯定有些香料，有一点点生姜的味道。它那个甜啊，其实不是很甜的。对，不是很甜。它没有那种。对我来说已经算蛮甜。对我来说是不甜，因为我喜欢吃巧克力这些嘛。蘸一点这个酸奶。这个酸奶应该是综合的，你可能就蘸了酸奶，你会觉得它比较 refresh。哇，这样吃感觉会甜很多。啊？因为这个梨外面包了糖浆的，这个优格的味道确实不是很明显，所以我觉得很甜。很甜，对不对？是不是很甜？怎么了？控制。一口无力。如果你是一个甜食爱好者，你很喜欢吃甜的，同时呢，你对于这种香料啊，你都不排斥的话呢，那这道菜可能是你的非常喜欢的。那店员其实给我们推荐说这道菜是很 popular 嘛，对吧？那说明很多人还是很喜欢的。澳洲人真的很喜欢吃甜食。以澳洲人为主，所以你想品尝一下澳洲人真的很喜欢的那种很有澳洲风格的甜品的话，这个会很推荐。但是如果你对自己对于甜度的接受度没那么有信心的话，这道菜我觉得还是慎点。好，那现在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道点的，也是我个人最期待的。它叫 Brekkie Burger with polenta chips。polenta chips 应该就是这个。对。polenta chips 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它的这个造型和颜色，它是用这个玉米面做的 chips。对。来，我先干。你先干，我再加一刀。这个实在是，我这边已经完全变了样了。它的 cheese 味真的不浓，因为我不是很爱吃 cheese。所以吃堆不能对我来讲的话是挺好的，但是如果你是特别喜欢吃 cheese 的话，可能你会失望一点啊。它这个面包的松软度真的是非常好，我觉得一个 burger 里面
灵魂就是面包。它的灵魂是面包。对，我觉得 The Big Brekkie 里面灵魂也是面包。如果大家是在国内，如果你只吃过麦当劳或者肯德基的汉堡的话，如果你来 The Bronx 的话，这个汉堡是很推荐你去尝一尝的，会完全颠覆掉你脑海当中对于汉堡是快餐的那种想法。对，我们再尝一下这个吧。首先我没吃它之前，我大概能预料到它是一个什么口感，因为我吃过玉米面做的其他东西。玉米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粘，它不会粘在一起，所以你吃到嘴里以后呢，它会是一个一个小颗粒分散在你的嘴里。我觉得刚进嘴的时候有一点失望，但是嚼着嚼着会有一点香味出来，嚼到后面那个油香会出来，但是你再继续嚼的时候就会有点腻。而且我们只吃了会腻，而且我们只吃了1口，他给了3根，它比较油。好的，今天4个我们都吃过了，你觉得4个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好难啊，我都挺喜欢。我们两个一起说好不好？我数1、2、3，我们一起说，看我们两个有没有这默契。1、2、3 The Big Breakfast。你看没有了。你是属于吃肉型的吧？好，那我们今天这顿 The Bronx 就吃完了，然后打卡成功。对，我们4个人呢，一共是吃了116.5块。其实还好啦，116.5块。对，其实4个人呢，你想想。我觉得以它的质量还有这个地方的流行的 popular 的程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人30刀不到。哎，如果你是来悉尼旅游的话，我觉得这里一定要来，对，非常建议你来这里。它相对于一些传统的景点，比如说什么歌剧院呀，或者说什么大桥啊之类的，它更加有悉尼的或者澳洲这种当地人的生活的这种范儿，并且呢，就是里面的食物也很有澳洲的特点和特色，你可以过来尝一下。brunch 这个东西，我觉得虽然很多人像我一样啊，可能理解不了，但是偶尔过来尝一尝，在这里坐一坐、看一看，我觉得还是非常放松的一件事情。没有啦，其实我觉得男生就是不需要你们理解，你们做就行了。啊，对，前提是你不能一个人来。一个人来的话，没有人帮你拍照。对对。好，那总体来说的话呢，这家的 Bronx 我们还是非常的推荐的。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会把地址放在评论的下面，大家可以过来体验一下。那同样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这儿就是澳洲，这儿就是澳洲。对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这儿就是澳洲。我们以后呢还会继续的给大家带来很多关于澳洲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很多接下来的很多探店视频。是的。当然了，如果你们有什么特别想去看的店呢，也可以留言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去店里面探一探究竟啊，帮助你们完成你们的打卡。点关注哦。没错。OK， 那么这一次我们的 Bronx of Alexandra 的探店呢，到这里就结束了。结束喽。那我们下次再见喽。下次再见。拜拜。拜拜。耶。